大家好，我是臭小黄呀。洛克王国大家都玩过吧？但这期视频的主角却不是洛克王国，而是洛克王国里的一个小游戏——洛克快打。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玩过这个游戏，而且玩这个游戏是为了收集游戏里的勇士碎片，去兑换这只小时候心心念念的萌宝宝。但是发现这什么收集速度啊，导致没玩到最后，不知道这个游戏后面是什么样的。而且游戏越后面升级就会越难，一天只有120点的活力值，一整天可能才只能升1级，关卡还规定达到几级才能解锁。玩法我就不过多介绍了。这期视频带来的是目前所有的 BOSS， 也是花了挺多时间才录制完所有素材的，希望各位能多多点赞支持一下。首先来到泥浆树林第一关，虽然此时我已经达到了48级，但是这里还是依旧很贴心，榜上的新手教学还是有的，毕竟是第一关。这里的小怪也是长得比较友善的，每次一个地方小怪会出来2波。第一关的小怪相对比较少，一会儿的功夫就遇到了第一关的 BOSS 暴力兔，一碰面他就给我当头来了几棒，还用出了他的绝招3连击，打出了高达3点伤害。但是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他的全力，而他却始终舍不得对我下手，最多就再使用3连击，那没办法。下一关，第2关相比第一关就要难上很多了，不是因为小怪的等级提高了2级，而是因为陷阱多了起来，不仅可以减移速，还有落石、荆棘，而且他们的伤害居然是按我血量的100%来扣的。你问我怎么知道的？有铁呗。这一个落石换做暴力兔得打多少个3连击啊？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为暴力兔而共情了，因为接下来出场的是一个平 A 就等于一个3连击的拳击兔，不愧是好兄弟，连技能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就是泥浆树林的第3关，这里的地形复杂了一些，陷阱多了一些坑。解决完小怪就遇到了泥浆树林的老大巨木兔，巨木兔一来就是一个车轮滚滚，其他攻击手段好像跟前2位没什么区别。泥浆树林只有3关，所以下一关是下个场景一季草原，地图变了，陷阱也跟着变了，不过伤害是没变的，小怪也换成了这里的特色小怪。不同的是，从一季草原开始，每个地方出现的小怪都是3波了，而且有的地方第3波会出现一只超级小怪，它的血量是普通小怪的好几倍，换做同等级的就要打上一伙了。这关的 BOSS 叫炫彩蜘蛛，一进来我就疯狂试探它，想看看他有什么技能。我本以为是我走位太好了，结果我人在这里，你看他。好，如果一次是巧合，那下一关，这关没什么太多区别，就是小怪的等级高了一些，反而有个地方很相同，一样是蜘蛛，一样是站着不动，一样不是你别动我动。下一关，这关的 BOSS 叫玉母毒蛛，它的攻击相比前2个就成熟很多了，体型也大了不少，至少站着不动它能打到。最后一个就是一季草原的老大万毒蛛后，它就不一样了，不仅攻击游刃有余，它还能发出蜘蛛网禁锢我一会儿，技能也挺多，往天上猛吐蜘蛛网，然后砸下来攻击玩家，就是命中率不太高。还有一招把自己捆成一颗球，升到天上然后猛砸下来，被击中的话会被眩晕，不过这个形态的 BOSS 还是可以被攻击的。之后就是凄凉之秋了，不过一般这种时候玩家的等级都会比较低，就可以去这里的试炼场刷等级。不过试炼场就比较无聊了，只会出现一些比较高级的小怪，一波接一波的打完，甚至连 BOSS 都没有。凄凉之秋其实就是沙漠一样，有一些烦人的机关陷阱，其中有朵花非常炸裂，直接就是一个3连击。第一关的 BOSS 叫沙地猎手，就是一只蝎子，它的普攻就是3连击，血量被打过半的时候还会用出野牛冲撞。那看来前面那些小 BOSS 应该也都是会些别的技能的，只不过扛不住一个普攻，血量一直满着，所以发不了。小蝎子还有一个毒尾攻击，不过贴身就可以躲开。凄凉之秋的第2个 BOSS 叫暗杀刺客，名字听着很牛，但是也就比刚刚的小蝎子多一个技能，把双手插进地面就可以叫出他的小弟。凄凉之秋的第3个 BOSS 流沙之影，他叫小弟只需要吹个口哨，还比前2个多出一个技能，可以把自己的尾巴放进地上，对玩家进行攻击。不过这个状态下的他也可以被玩家攻击。凄凉之秋的最后 BOSS 沙漠之王，他的技能其实跟上一个几乎一样，区别就是血量攻击力比较高。接着就是暮光森林，玩到这里出现的小怪每次会越来越多，这里的 BOSS 都是蝙蝠，第一只暗灵蝙蝠，一个会飞的 BOSS 对于同等级的玩家还是比较烦的。不过他有个技能，就是飞到旁边的地上，然后放出声波攻击，不过跑身后就能白嫖了。打到这里的 BOSS 都是会叫小弟的。第2只蝙蝠就多一个技能了，当血量被打到较低的时候，就会躲在一旁开始石化，当完成石化后会恢复一定血量，不过石化的过程中是不会动的，很容易被直接斩杀。第3只蝙蝠叫亡灵蝙蝠，这里的 BOSS 已经达到了3万血量之多，即使我等级碾压，也不能很快秒杀它才怪。亡灵蝙蝠还有一个技能，就是可以控制自己的牙套到处飞，
去攻击玩家，被咬到会被控住。不过暮光森林最厉害的，当属第4个 BOSS 永生符王，不仅有将近5万的血量，前面3个蝙蝠小弟的技能也全会，还多一个激光眼，凡是被他的激光眼攻击到，还附带灼烧效果。下一个场景蘑菇洞穴，这也是我觉得最难的场景关卡。难的并不是 BOSS 有多难打，而是关卡的陷阱，毒池踩到了会中毒，持续掉血，加上远程攻击的小怪，很容易就被小怪加陷阱一波围殴带走。这几关我用的复活水晶也是最多的。BOSS 的话就是水马 ，BOSS 我倒觉得很简单，因为他只会待在水里，技能会喷射水柱，但只需要站在这里的石头上就攻击不到。第2只就是比刚刚的长大了一些，第3只就多出了一个头，多出一个头就是为了喷射水柱的时候可以攻击到上面，还会召唤一颗蘑菇，跳到他嘴边吃下就可以回血。毫无疑问，那最后一只肯定就是3头了，他会的技能就不少了，不仅会召唤毒柱，还会潜在水里，从水里发出攻击。不过 BOSS 确实就是这个游戏最简单的部分，前面的小怪打过了 ，BOSS 没压力就打过了，然后就是下一个场景关卡隐龙雪山，这里的陷阱就没那么难，不过很容易就被小怪围殴一波带走。这里的 BOSS 是雪兽，第1只雪兽几乎没什么特点，硬要说一个，头上种根花爽吗？除了血量比较厚，还会叫小弟，偶尔攻击可以把玩家冻住而已，打他没什么压力。第2只雪兽就有说法了，叫混沌雪兽，头上种的花已经结果了，可以拿下来使用，就是不好种，甚至走路都能躲开。不过开炮的时候是没办法打到他的。第3只雪兽多了前面2只一个技能，就是狂跺脚，召唤一群小雪怪来攻击玩家。还有就是在 BOSS 的领地上加了一些机关，给玩家加上难度。最后一关难的真不是 BOSS， 而是去打 BOSS 的路上，不仅小怪贼多，还有2个雪球一直滚，一不小心被打断就容易被一波带走。最后的 BOSS 体型比前面3只都要大，血量也达到了惊人的21万，技能就跟上一个没什么区别。设置这么多血量是用来拖时间，好让玩家的评分变低的吧？打完这关后面就是一个敬请期待了。那么这就是洛克快打截至现在的所有关卡 BOSS 了。其实这个敬请期待好像在我之前玩的时候就有了，可为什么这么久官方还是没更新后续？可能官方是忘了有这样一个游戏，亦或者是想让我们对后续一直保持着神秘感吧。也希望官方后续可以让这个游戏完结。最后我也是用碎片兑换了萌宝宝，算是给我的童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臭小黄。这期视频真的制作了蛮久时间，你们就给个3连吧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了个拜。